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。今天我将分享我在制作这个角色睫毛时用到的方法。在本期视频中，我会在毛发雕刻模式下使用笔刷工具修改和梳理睫毛，同时结合几何节点，也可以在编辑模式中调整睫毛的曲线和形状。通过这些步骤，你将轻松快速地制作睫毛。首先选择角色头部，并进入编辑模式。然后选中上眼皮睫毛需要的面范围，接着使用模型 3 Tools 插件按下4键将睫毛单独提取出来，成为一个独立的模型。或者你也可以按下 Shift D 复制模型后按 P 键将选中的部分分离出来。完成后进入 UV 编辑模式，选中复制出来的睫毛，按 U 键进行 UV 展开。这里只需要确保模型有 UV 即可，因为如果不展开 UV 之后就无法生成毛发。接下来选择睫毛范围的模型，右键点击，在曲线菜单中选择 Empty Hair， 然后在大纲面板中找到并选择刚生成的 Empty Hair， 接着进入毛发雕刻模式。接下来选择添加毛发笔刷，然后在 Curve Shape 中将长度调整到较小的数值，我建议尽量把这个数值设得小一些，这样在后期使用笔刷逐步加长和调整睫毛会更加方便。如果一开始设置的太长，之后修改起来会比较麻烦。首先在眼皮边缘大致添加一排毛发，然后使用 Pro Tips 笔刷轻轻提拉睫毛，让它们看起来更加翘一些。使用 Combo 笔刷对睫毛进行梳理，最后使用 Pinch 笔刷将睫毛捏成一缕一缕的效果。在这个阶段只需要简单的添加睫毛的数量和方向，不需要过于细节，因为后期调整会更加直观和方便。在物体模式下选择睫毛后，进入几何节点编辑器，在这里添加 Cover to Mesh， 将 Cover to Mesh 节点的 Mesh 输出连接到主输出的几何数据中，之后添加 Resample Curve 节点，然后将 Resample Curve 节点的 Curve 输出连接到 Cover to Mesh Curve 输入中。接着在物体模式中添加一个圆环曲线，稍微调整一下大小，然后在大纲中选择这个圆环曲线，并将它拖入睫毛的几何节点中，将圆环曲线的几何输出连接到 Cover to Mesh 的 Profile Curve 输入中。选择圆环曲线后进入编辑模式，在编辑模式下调整曲线的大小，直到达到你理想中的睫毛半径和厚度即可。接着在几何节点中添加一个 Set Curve Radius 节点，然后 Shift A 添加 Color Ramp 和 Spline Parameter 两个节点，之后将 Spline Parameter 节点的 Factor 输出连接到 Color Ramp 节点的 Factor 输入中，接着将 Color Ramp 节点连接到 Set Curve Radius 节点，然后将 Color Ramp 中的黑白渐变顺序对调。接下来我来简单说明一下这些节点。这里通过 Color Ramp 来控制睫毛半径的厚度，白色表示原始半径，而颜色越黑半径越小，最终使睫毛完全缩合在一起。而在 Resample Curve 节点中，这里数值用于控制曲线的横向分段数，而纵向的分段数则可以通过选择曲线模型，进入曲线数据属性，然后在 Resolution Preview 中进行调节来控制。这样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节颜色渐变和其他参数，以及曲线轮廓，来制作适合自己角色的睫毛风格。在调整睫毛时有一个小技巧，首先选择睫毛并进入编辑模式，然后全选所有曲线点，接着在选择菜单中选择端点，将起始量设置为1，结束量设置为0，这样你就可以一次性的选中所有的起始点。最后将睫毛稍微往头部模型内部移动一下，避免睫毛悬空。在毛发雕刻模式下调节时，可以选择 Selection Paint， 然后点击 Set Select Mode， 接着用鼠标点击你想要调节的单根或多根毛发，这样就可以单独调整选中的毛发，而不会影响其他毛发。
我用笔刷调节毛发时没有反应，可能是没有选中毛发的缘故。你可以按下 A 键全选，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最后在 Cover to Mesh 节点和主输出节点之间添加一个 Merge by Distance 节点，参数设置在 0.00001， 这样可以将睫毛的中点合并在一起。当没有添加 Merge by Distance 节点的情况下，当你将睫毛转换为网格模型后，睫毛的末端会出现许多重叠的点。实际上，你也可以在网格编辑模式中合并这些点，这取决于你个人习惯和工作流程。这里我简单说明一下这个节点的用途。如果你打算为睫毛添加透明贴图的毛发效果，那么可能不需要使用 Merge by Distance 节点，因为合并最终点可能会影响透明贴图的呈现效果。如果你希望睫毛在终点处更加紧密连接，使其看起来更自然或更有层次感，那么使用 Merge by Distance 节点会更加合适。这样根据不同的制作需求灵活调整节点的设置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实现角色所需的睫毛风格。为了在修改睫毛时方便观察效果，首先新建一个彩字球，并选择一个适合睫毛的颜色。接着在几何节点中添加一个 Join Geometry 节点和一个 Set Material 节点，然后将 Set Material 节点连接到 Join Geometry 节点。Set Material 节点中选择刚刚创建的睫毛彩字球，最后把 Cover to Mesh 节点的 Mesh 输出连接到 Set Material 节点的几何输入中。完成睫毛模型的制作后，切换到物体模式，选中睫毛模型，然后点击 Object， 选择 Convert， 再选择 Mesh， 将睫毛转换为网格模型。切换到编辑模式中，选中睫毛模型的所有部分，然后按下 P 键，选择松散块分离，将睫毛分离成单独的部分。接着打开发线方向显示，确认发线方向是否正确。最后进入 UV 编辑界面，在这里选择其中一根睫毛，给它单独展开 UV， 然后选中其他所有睫毛，最后选择已经展开 UV 的那根睫毛，按下 Ctrl+L， 选择 Copy UV Maps， 这样所有的睫毛都会共享相同的 UV 布局。通过这个方法，你可以轻松制作出有规律的模型，比如睫毛、眉毛，还有一些风格化的绒毛等等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精彩的内容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